会导致失禁吗？这个我可以讲一下。为什么会失禁？我就要告诉你们失禁的定义是什么了啊！我要讲生理哦，啊，你们不要跑掉啊，因为生理很无聊哦，还是我平常讲的就很无聊了。我们的尿道啊，肛门嘛，那其实我们都有内括约肌，内括约肌就是在里面的，跟外括约肌在外面的，这是道。这样，假设这个是肛门好了，这样会有个内括约肌跟一个外括约肌，尿道也有个内括约肌在这边，然后外括约肌在这边，就是内跟外。好，来咯，这个内括约肌呢，括约肌，它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。当你的膀胱的尿量到达一定的程度，你的这个内括约肌就会想要打开，这是生理现象。那大便那个肛门也是，当你的直肠压力刚说直肠嘛，本来是空的嘛，当你的直肠压力到达一定的程度，你的内括约肌就会想要打开。这是我们没有办法靠意识或靠大脑控制的。但是为什么？我明明有时候想尿尿，有时候想大便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大出来啊。那是因为还有外括约肌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可以用意识控制的。所以，当我们比如在开会啊，在上课啊，在干嘛，你想大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忍住；你或是想要尿尿的时候，你也会忍住。那是因为有外括约肌在那边，我们可以用大脑的意识叫身体不要开门，因为你开了就会水流出来，大便屎就会跑出来，是因为有外括约肌。那失禁呢？失禁就是外括约肌出了问题的时候，就叫做失禁。所以基本上只要这个人的外括约肌没有出太大的问题，他就不会有失禁的现象。所以不是说用肛塞就一定会失禁，这又是逻辑问题，希望你们听得懂。不是说用肛塞就一定会失禁，但是也不代表你一直这样子大量使用或不正确使用不会造成失禁，因为如果你的外括约肌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你就会失禁了。尿失禁跟大便失禁都是一样的意思。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失禁，是因为外括约肌有问题，不是因为他塞了什么，他做了什么，他干嘛。那个做了什么，塞了什么，怎么样，是因为那些东西导致伤害到这个地方。那当然，除了内括约肌跟外括约肌之外，尿道跟肛门还有另外一个控制，就是这边会有，我讲过了嘛，骨盆底肌。所以呢，假设当你已经失禁了，好，内括约肌你不能控制嘛，外括约肌也开始坏掉了嘛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还有骨盆底肌，这个3个洞，这还有阴道跟肛门。骨盆底肌是一大片的肌肉，它是横跨在这个3个洞上面的。当你这个肌肉越强壮，它缩起来，你的这个洞呢就会缩起来。所以为什么练骨盆底肌，也就是凯格尔式的运动，可以改善尿失禁，是因为这样。不是说练骨盆底肌就是训练膀胱，那个是2回事。训练骨盆底肌是在针对压力型的尿失禁，这个应该下次再讲，好像有点离题了。膀胱训练是针对急迫型的尿失禁，这个是2回事了。